在节目开始之前，西哥我先呼吁一下，由于最近发现在 B 站上有人在盗我的影片，请大家要认明记清，我们在 B 站上的频道叫做下水道先生，不是什么井盖先生。严厉谴责对方行为的同时，我也还是祝福这位井盖先生长命百岁，大吉大利，喝水卡牙缝，彩券都没中。I'm watching you。纵观台湾商圈历史，西门町绝对是一个值得记录的知名景点。早在1930年代开始，这里便已经是台北知名的电影街了，许多戏院都曾林立在此处。然而，其中一间戏院却似乎与周遭热闹格格不入，不仅惨遭3次祝融，更被当地居民封称为夺命戏院，并谣传出许许多多的灵异怪谈。大家好，我是西哥，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夺命戏院新生大戏院。相信居住在台北的年轻朋友们一定都去过西门町的钱柜中华店，西哥我自己就去过好几次，而那栋大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6年，那时候这里还叫做新生大戏院，是战后全台第一座超过20公尺高的大楼，于该年的12月31日开幕，隔天正式对外营业。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影厅所使用的萤幕、扩声机都是最高级的先进设备，其内部设施也都依照国际标准设计。除了影院，还有餐厅、舞厅、百货公司等复合式商圈，让这里成为了大众聚焦的目光。然而，虽然整座建筑物有通过耐震考核，却忽略了防火设计，进而导致9年后一场大火所引起的毁灭性灾害。1966年1月19日下午1点50分，当时新生大戏院正在播放《海誓山盟》，正当观众沉浸在电影剧情里时，热浪与火焰突然窜起。回阳路一侧的4楼楼梯口储藏室是最开始的起火点，由于设计缺失，火焰迅速蔓延，导致位于4楼和5楼的民众几乎无一幸免。在设计缺失上的部分，新生大戏院原先只有设计3道楼梯，本身在疏散上就已经十分吃力，而后续又新增加了许多营业场所，让逃生通道的使用更加不堪负荷。另外，整栋大楼外墙没有任何一扇窗户，还在外层盖上了巨大的电影广告牌，导致消防人员无法顺利送水，只能任由内部火势肆虐。火灾发生时，台北市警察局、宪兵队、警备总部派出大量人手，将整个西门闹区全部封锁戒严，避免围观而造成救灾困扰。台电也为此切断了西门区的电力供给。消防部分，台北市派出了26台消防车，新北市、基隆市、桃园县等地区也支援共24台消防车前往救灾。松山机场也一并调用了3辆空军所属的泡沫消防车，几乎整个北台湾能动用的消防资源都到了，但消防车的最高水压只能送到35公尺高，新生大戏院的高度却足足有60公尺。当警方在下午6点宣布火势已被控制时，新生大厦早就全部被烧毁了。在这场火灾当中，共有31人不幸身亡，尤其是4楼的舞厅最严重，共有24人丧命于此。另外2人的残骸在6楼餐厅被寻获，剩下4人则是在跳楼后送医宣告不治。另外，当时担任消防小队长的曾光荣，当下为了抢救受困于顶楼的民众，独自跳上云梯车，却被跳楼逃生的民众击中，两人纷纷摔落地上，因此而牺牲。不带一提，在这起事件后，台北市引以为戒，事隔3年之后成立119勤务指挥中心。有人便说，之所以取名叫119，是因为这场大火就是在1月19号发生，而或许是丧命于此的冤魂没有顺利离去，让这里不断传出灵异事件。烧到只剩骨架的新生大戏院被整个拆除重建，却谣传出工人在打地基时挖出了往生者的断肢，还发生了一些无法解释的公安意外，导致重建工程严重落后。好不容易在2年后，也就是1968年重新建成，并将原本的新生戏院改名为新生戏院，但灵异现象却没有停下。正好当时恐怖片盛行，台湾自制了许多本土恐怖片，搭上伸手不见五指的影厅，让这里的谣言更加甚嚣尘上。根据传言，曾经有一名女子独自前往新生戏院看电影，但就在观影到一半时，感觉到后座有人轻拍自己肩膀，并开口让她头稍微低一点。当时女子注意力全在电影上，因此不疑有他，稍微调整了一下角度后就继续看电影。
但没过多久却突然想起来，他的位置就在最后一排，根本不可能有人坐在他后面。另外，也曾有人在戏院4楼的厕所洗手，并对着镜子整理仪容。明明整间厕所只有他一人，却听到身旁传来声音：“不用照了，再怎么照都不会有我漂亮。”就在他下意识转头想看看哪个女人这么挑衅时，只见到一个全身发绿的女鬼，脸部像是被火烧到融化似的，用阴狠的眼神瞪着他，吓得他再也不敢来这里。许多关于电影院的鬼故事都是流传自此，原本络绎不绝的人潮也逐渐消散。直到1988年5月7日，新生戏院进行修整工程，却因为电焊火星而再次引发大火，大楼再次被烧成废墟。后续也发生鹰架倒塌事件，幸好在这些意外当中没有任何人员伤亡，但新生戏院因此迎来尾声。再次重建后，改成了百货商场，并取名叫做新模式大楼。可在开幕的第一天，就有名孩童从1楼的手扶梯莫名其妙摔到地下室，当场见血。而在紧急送医之后，将现场整理干净的某位工作人员前往厕所洗手的当下，也如同当年女子一般，听到了有人在身边说：“不用照了，再怎么照都不会有我漂亮。”你们会不会觉得这鬼很三八啊？在呛别人说没有她漂亮呢？到了1993年9月1日，改名为新生广场大楼这里第3度传出火警，共有1人死亡，5人受伤。业者为了彻底根除此处的怨气，在重新整修时，将这块地向下挖3层楼高的深度，并整整曝晒阳光长达3年，才终于让灵异事件慢慢消失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如今这栋大楼已经改为钱柜 KTV， 但时至今日，这里还是时常流传出灵异事件。网络上许多人分享，当他们一群人开心的在包厢里唱歌时，有位服务生走进来，并询问他们是否按服务铃。当下所有人停止唱歌，纷纷询问其他人有没有按到。当他们和服务生回应说并没有人按服务铃时，只见那名服务生打开门缓缓离去。但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那名服务生并非从大门离去，而是打开厕所门走了进去。这时候大家才发现，刚刚那名服务生进来时根本没有人看到大门被打开。有几个人不信邪，认为这只是服务生的恶作剧，壮着胆子前去检查。然而打开厕所门后，狭小的空间内没有任何人影，更没有什么暗门之类的设计，他们便吓得立刻逃出包厢。另外，也有人告诫说，在包厢里唱歌时最好不要自拍，否则有大概率会在事后检查照片时，发现众人身后多出一只较黑的手臂。然而，并非所有包厢都会闹出灵异事件。有人表示，那间总是闹鬼的包厢就位于5楼的某一处，而也有曾在那里工作人员表示，这里的员工流动率很高，因为他们时不时就会发现，明明包厢的人都已经离去，但员工经过时，却仍能听到包厢里传出有人在唱歌的声音。或是在客人离去后，员工进入包厢打扫时，会在萤幕的反射中看到后面有人走来走去。另外，台北市明明有这么多间 KTV， 但这里的滋事事件却是最多起，也被人怀疑是磁场的问题，进而引发顾客情绪不稳。虽然聊了这么多灵异事件，但在 KTV 进驻之后，也确实让曾经的夺命戏院之称落下一个终点。至今为止，虽然偶尔零星事件，但这里再也没有发生什么重大意外。西门町这个时下年轻人的流行广场也依然蓬勃发展着。不过，这或许就要说到西门町阵法以及当地其他灵异事件的部分了。碍于时长，西门町的其他传说就留到其他集再说吧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这边，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关于影片内容的看法，喜欢的人也可以投超级感谢，那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哦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别忘了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我是西哥，我们下次见。